歡迎來到君姐廚房。很多人炒西蘭花，要麼發黑，要麼發黃，口感發柴，要麼不入味，還有農殘雜質。今天就把詳細的做法分享給大家。首先準備一朵鮮嫩的西蘭花，放在大碗中。挑選西蘭花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綠色葉子的，這種才是最鮮嫩的。用菜刀或是剪刀，把花朵一朵一朵的處理下來，中間的硬心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用來炒肉吃。接下來我們把西蘭花切成小朵，這裡有2個好處：大小均勻的西蘭花受熱會一致，焯水和翻炒的時候不會有的生有的爛。第二，小花朵的接觸面積更大，後續掛枝入味更均勻。最好像視頻中這樣，切到花朵的部位輕輕的一掰，這樣會減少很多的碎末。全部處理好，加入小半勺食鹽，小半勺的食用小蘇打，然後再加入1大勺的普通麵粉，加入没過西蘭花的清水。因為西蘭花的結構比較複雜，難免有一些蟲卵或是細菌。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，麵粉有很強的吸附性，食用小蘇打是弱鹼性的，可以快速分解西蘭花表面的農藥殘留。趁着浸泡的時間，我們來處理配菜。準備一個新鮮的西紅柿，先橫着切幾刀，再豎着切幾刀，底部不要切斷。固定好形狀之後，直接立起來，切成均勻的小西紅柿丁。這樣切出來的西紅柿大小均勻，既能快速炒出濃郁湯汁，又不會炒碎成泥，顏值和口感雙在線。接下來準備幾瓣去皮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。蒜末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幾瓣就可以。如果太多，會掩蓋蔬菜本身的鮮甜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碗中備用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薑末。全部切好，和蒜末放在一起備用。大家看一下，這就是浸泡10分鐘的西蘭花。碗底泡出了很多黑黑的雜質、灰塵和殘留，肉眼可見的髒東西，所以這一步浸泡絕對不能省。接下來我們要多淘洗2遍，把縫隙裡吸收的麵粉和殘留徹底清洗乾淨，然後用力控乾水分。水分一定要控乾一些，這是不發黃不出水的第一步。關鍵步驟來了，控乾水的西蘭花加入1大勺食用油，充分翻拌均勻。食用油在西蘭花的表面形成一層薄薄的保護膜，後續焯水可以鎖住水分和營養，防止水溶性維生素流失。接下來簡單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少許的蠔油，少量的紅燒醬油，加入小半勺食用鹽、松茸鮮、玉米澱粉或是土豆澱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把調味料化開，提前調好料汁，這樣可以節省炒菜的時間，在炒菜的過程中也不會手忙腳亂，非常適合廚房小白。提前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小半勺食用鹽，攪拌至完全化開。這裡又是一個重點，一定要水完全沸騰之後，把拌好油的西蘭花全部倒進去焯水。這裡重申一遍核心技巧，
開水加鹽、果油，這3個條件是西蘭花翠綠不發黃、營養不流失的核心關鍵。鹽可以進一步固色殺菌，油脂保護膜鎖住營養，避免維生素 C、礦物質溶解在水中。西蘭花不要久煮，大火超燙15至20秒就可以。斷生立刻撈出，千萬不要煮軟煮爛。焯水的西蘭花立刻撈出來，放入涼水中過涼。這一步是保持脆嫩口感的靈魂。完全涼透之後，再次撈出來，徹底控乾水分。後續炒菜不出水，不沖淡味道。鍋燒熱，加入少許食用油，然後倒入切好的西紅柿丁，中小火慢慢翻炒，把西紅柿汁水徹底炒出來。很多人直接下鍋和西蘭花亂炒，味道寡淡不入味。西紅柿必須提前炒出湯汁，原理很簡單。西紅柿的酸甜風味、核心營養番茄紅素大部分儲存在果汁裡，炒出汁水後，酸甜味能裹滿每一顆西蘭花，整道菜味道融合度更高。把西紅柿炒出湯汁後，倒入備好的薑末、蒜末，快速翻炒10幾秒，炒出薑蒜的複合香味。香味出來以後，立馬倒入控乾水分的西蘭花，開最大的火，快速翻炒均勻。因為焯過水之後的西蘭花含有大量的生水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大火，不然的話很容易出湯。充分炒乾水分之後，把準備好的料汁倒入鍋裡，繼續大火快速翻炒，讓澱粉、湯汁快速疏濃，緊緊掛在每一朵西蘭花上，入味十足，不會清湯寡水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湯汁微微濃稠，均勻裹滿食材就可以，直接關火，出鍋裝盤。大家看一下成品，顏色翠綠紅亮，每一口都爽脆入味，酸甜適中，一點都不油膩。西蘭花被稱之為蔬菜皇冠，富含超高的維生素，還有珍貴的蘿蔔硫素，豐富的膳食纖維，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幫助清理體內自由基，抗炎抗氧化。西紅柿富含番茄紅素，兩種食材搭配營養更全面。好啦，視頻就簡單分享到這裡啦。喜歡吃什麼菜可以在評論區留言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